大家好，我是晨晨，他是建哥。2016年7月27号，小米发布了首款笔记本小米笔记本 Air， 凭借不足15毫米的厚度和1.28公斤的轻盈设计惊艳了业界。然而随着小米与红米的品牌拆分，笔记本产品线呢也随之重组。小米主品牌的笔记本业务在2022年就遗憾收官了。时隔有3年有余小米以本品牌再次回归笔记本市场，这次同样给我们带来了一款厚度不足15毫米，重量更是压低到1.1公斤以下的轻薄本，看起来很 Air， 但是内在很 Pro 的小米 Book Pro 14。可以看出小米的野心不小米冲高关键年。不过今年是这个 DIY 的至暗时刻，英特尔产能不足，这个存储也因为 AI 暴涨好了，建哥别念了，这个剧本我好像5年前就看过了。不知道小米这一次它能不能砥砺前行，重塑高端之梦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吧。首先呢，看一下具体的配置。我们拿到的这款小米 Book Pro 14 SoC 采用了英特尔在年初刚发布的 Ultra X7 358H， 这个 SoC 依然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主体呢是最新的英特尔18安的工艺打造的 CPU 计算单元，4个 Qualcomm Cove 的架构的 P 核，8个 Dark Mount 的 E 核，以及4个 Dark Mount 架构的 LPE 核，总共16核心，16线程。纸面规格相比前代是有进有退，后面实测呢就见真章了。另一个升级重点呢就是台积电的 N3E 工艺制造的 Arc B390这个不但是支持最新的 XeSS 3超分技术的最新架构呢，规格也是史诗级的增强，来到了12Xe3 Core。无论是相比前代的 Lunar Lake 的8Xe2 Core， 还是相比于同代的标准的 Core Ultra 7型号的 356H 的 4Xe3 Core， 那都是规模碾压。存储方面呢，为了方便 Arc B390 核心发挥实力，英特尔强制要求只能使用板载内存。我们的小米 Book Pro 14使用了32G 的 LPDDR4 9600的内存，在这个时间点可不便宜9000要比8533贵不少功耗更低且利于核心的发挥。原装的硬盘呢为 1TB 的长江存储 PC411， 屏幕呢则是一块14.6英寸的 OLED 屏，分辨率3110x2080，刷新率120赫兹，PPI 258各项都拉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外观。我们手里的这台小米 Book Pro 14是白色款，通体雪白，整机采用了一体压铸成型的镁合金材质，搭配合钛合金键盘支撑板和碳纤维底盖相较于传统的材质减重了不少。A 面的正中央有个大大的小米的银色 logo， 设计简约。平轴的阻尼顺滑，支持单手开合镜最大180度。接着呢，来到 C 面，开机的指纹2合1按键呢独立位于右上角，不必担心误触。键盘的布局和其他的轻薄本一致，键帽呢类似鸦青色，R 角和机身呼应，整体能富有中式的美学。设计师加个鸡腿，使用起来呢段落感比较强，声音偏闷，4档背光可调。缺点就是类肤涂层用起来有点滑，看个人的体感吧。触摸板紧贴键盘底部，面积可以说是超大的，长13.9厘米，宽9.2厘米，标配全域按压，所有的区域都可以点击，一整块的玻璃手感十分的丝滑顺滑。在小米的电脑管家中呢，我们可以自定义3档的按压灵敏度和震感强度，虽然说我用起来感觉变化不大。此外呢，它还支持一些手势的操作，左侧可以调节亮度，右侧可以调节音量，都做了震动适配。如果说怕误触的话呢，也可以在小米电脑管家中关掉。另外呢，触控板还内置的 NFC Tag 支持手机的一碰互联。小米就很喜欢搞这种小创新，在他们的路由器呢也能经常看到这种设计。
接口方面呢，机身左侧是一个18G 的 HDMI 2.1，一个雷电4和一个10G 的全功能 USB-C 口。机身右侧呢是一个5G 的 USB-A 口和一个3.5毫米的耳机孔啊。虽然说 HDMI 只有18G 的带宽，但这类轻薄本有就不错了。友商呢要么是不带，要么最高等级，也就是这个带宽的水平啊。多个 HDMI 在移动办公室呢能方便接一些显示设备。一个 HDMI 加2C 加1的接口可以是很可以了。而在机身的尺寸上呢，小米 Book Pro 14最后处不到15毫米，机身本体重量不到1.1公斤，电源适配器是附赠的100瓦的 PD 氮化镓充电器，总重量呢仅不到300克，旅行重量加起来还没有一台15寸的 MacBook Air 重啊，特别的好评啊！建议所有的笔记本厂商立马跟进。下面呢，我们再回到壁面，上侧的额头呢是一个 1080P 的摄像头，中间是一块14.6英寸的 OLED 触摸屏，分辨率3110×2080，刷新率120赫兹。本频道呢总算是拿到了一块3:2比例的屏幕了。那现在的 Windows 啊，为了方便触摸操作，就调大了菜单的纵向间距，导致实际显示的内容变小了。那使用3:2这种纵向更高、更接近方屏的笔记呢，可以有效的对冲这种影响。办公版绝配，也别说看视频有黑边啊，黑边可以放弹幕或者字幕啊，总有办法去利用的。屏幕呢采用了全 RGB 无损排列，258 ppi， 默认200%的缩放下呢，几乎是看不到任何的文字彩边的。文字的显示清晰锐利，在默认的专业原色下呢，实测色域容积为100%23.1 DCI-P3， 色域覆盖呢为100%的 DCI-P3。在色准方面呢，专业原色下呢，以 DCI-P3 为参考呢，平均德塔 E 为 0.69， 最大德塔 E 为 1.92， 以 sRGB 为参考，平均德塔 E 为 0.66， 最大德塔 E 为 1.95， 表现十分不错啊，几乎是笔记本上最好的一批 OLED 屏幕了。那和小米17、小米 Pad 8系列是颜色统一的，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抗反不太行，还容易照镜子，还有就是圆角和 Windows 的适配啊不太好啊，全屏呢会遮住一小部分的 UI， 问题不大。强迫症呢会难受一点，响应时间呢则是 OLED 屏幕的强项的，平均的 G2G 的响应时间仅0.4毫秒啊，这个表现是相当强悍的。亮度方面的 SDR 模式下呢，手动的全屏亮度514尼特，在强光照耀下呢能激发到732尼特。HDR 的模式下呢，全屏亮度747尼特，10%的窗口亮度1895尼特啊，很夸张了，这个亮度真实闪光弹。同时呢，还拥有 VISA Display HDR 认证和杜比 Vision 和杜比全景声的认证。下面我们就简单感受一下。接下来是性能测试。CPU 方面呢，这颗16和16线程的 Ultra X7 358H， 那在 Cinebench R3 的综合跑分是20173分，单核2058分，和桌面端的 i7-1270F 性能类似。那和友商的80瓦满选释放的 358H 相比呢，功耗低了近40%，性能却相差无几。而在 R3 的10轮跑分中呢，首轮能够跑到2万分左右，最终能稳定在19500分左右。过程中的功耗和温度呢，如图所示。Cinebench 2024的多核为1186分，单核124分。那 Cinebench 2026的多核为4859分，单核563分。在表现图形性能的 3D Mark 方面呢，我们浅测2个项目。TimeSpy 的项目得分为7161分 ，SNL 的项目则是在6226分，接近桌面端 RTX 3050的水平。游戏部分呢，我们先测了一下 1080P 的最低画质表现啊，都能够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啊。极限竞速地平线5平均帧178帧，1%漏帧141帧。古墓丽影安妮的话，平均帧125帧，1%漏帧66帧。赛博朋克2077平均帧91帧，1%漏帧69帧。黑神话悟空 XESS 50平均帧59帧，1%漏帧48帧。CS2 的话，平均帧193帧，1%漏帧110帧。那我们再把分辨率切到原生的 3.1K 下呢，那几款3游戏也能够维持在60帧以上的水平。那以前啊，这个重量和尺寸的上网本都是学霸级，只能说上网偷偷菜。现在啊，能玩3游戏都不再是梦了。
这不到1.1公斤的轻薄本呢，在原生高分辨率下呢，也能够60帧鉴定。那这颗 ARC B390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那过完了整个机子呢，我们来到地面进行一个拆机，拧掉6颗螺丝呢，即可拆开碳纤维的底盖。内存呢是板载的32号 G 的 LPDDR5X 9600的内存。那原装的固态硬盘呢是1TB 的长江存储的 PC411，读写速度如图所示。旁边呢还有一个闲置的2280的硬盘位，可以自行加装。无线网卡呢为来自英特尔的 AX211经典的 WiFi 6E 的网卡，电池大小呢为72瓦时 ，PCMark 10续航时间为14个小时多，实际办公使用一般都是续航时间一半，7个小时足以撑起全天的工作量。散热方面呢，小米 Book Pro 14的散热采用了双风扇加 VC 均热板加3风道内吹的结构。那传统的热管位置呢布满了这块足足有100平方厘米的 VC 均热板把手机散热那一套都搬到了笔记本上不知道它的散热表现具体如何呢？下面我们来实测看一看。在室温23度呢，单口 FPU 30分钟 ，CPU 的平均功耗50瓦，温度94度 ，P 核 3.8G，E 核 2.9G。LP-E 核呢 2.6G， 表现十分不错。表面的温度控制得很好，正面的最高温40.3度，主要是集中在风口；背面最高温是51.1度，那热源主要是 SOC。此时的环境噪音呢为33分贝，人为噪音为49分贝。德仪这代专门为了噪音频谱的调调呢，能够做到纯净的风声基本消除了高频的效调，噪音不次满载大致呢与空调噪音是差不多的。总的来说呢，得益于 VC 均热板加风道的设计呢，小米 Book Pro 14的散热表现十分优秀。结合前面的 CPU 测试部分的成绩呢，那在这个重量下，其控制的功耗、温度和噪音又获得了良好的性能体验。最后呢，我们则是一些小米的特色了，就在硬件趋于同质化的同时呢，有些时候呢，就是一些软件的生态上能给一些眼前一亮的产品。那既然是小米的东西呢，即使是笔记本也能接入米家。在米家里呢，我们能够监测到笔记本的 CPU 温度和电池电量，执行关机、睡眠等命令，还可以像向日葵ToDex 等远程软件一样去远程控制电脑。不过传统的远控呢，基本只能在电脑运行的时候去连接想要用微控 WLAN 去唤醒笔记本呢，是绝大多数不支持的。那小米 Book Pro 14呢，把米家的 IoT 模块整合到了笔记本里就是你米家智能家居里的那个连的 2.4G 的 WiFi 东西。无论是笔记本盒盖、睡眠、关机呢，我们都能够远程唤醒笔记本并且进行远程控制算是行业首创了利好周末在家里面能远程连上公司盒盖的笔记本去远程加班的观众们。如果说不想远程电脑，只是想管理一下文件呢，米系的手机和平板在家里呢也能够去跨端访问异地的笔记本。当然呢，像和苹果设备互传文件电脑调用手机的摄像头，跨设备去共享解贴板等过往互联功能呢，同样也是支持的，在此呢就不再赘述了。这也是手机厂做笔记本的优势，能整合所有的资源，实现生态的互通。另外呢，这台小米 Book Pro 14还搭载了超级小爱，我们按下 F7呢就能一键打开超级小爱。打开小间的灯，亮度调暗一点。算算运势传个文档分析一下呢，也不在话下。我们的超级小爱呢，在开启了索引之后呢，可以利用本地 AI 模型进行检索，双击 Ctrl 键呢可以深度的搜索。比如说我们之前录的视频素材里的音频文件，它能够直接搜索到找到我们音频当中说的话，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进行某个项目的时候呢，能够快速和之前做过的类似的东西串起来不用一个一个去翻找半天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离线模型去建立个人知识库。现在的互联网上的知识范围很广，用豆包和千问这类在线的 AI 呢，我们可以了解各行各业。但是呢，垂直方向的材料基本都是机密文件的不在这些 AI 的知识库内。比如说这台小米 Book Pro 14，我们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呢，相关文件就都是机密文件，不能够泄露到互联网上就可以利用这个个人知识库，方便我们进行参考，全都在本地生成，避免了隐私信息泄露。以上就是时隔3年多，小米再次以本家身份带来的小米 Book Pro 14。即便完全以传统笔记本的维度来评价，这台重量不到1.1千克的笔记本整体的完成度也是极高的。
那在这台不到 1.1公斤的机身里呢，小米塞进了一颗50瓦的 Ultra X7 358H。9600 mAh的内存，以及一块3.2比例、3.1K 120赫兹、1600尼特的 OLED 触摸屏，再加上顶级的键盘和触控难题以及一些创新性的米家生态的相关功能支持呢，确实是一台性能表现优秀的高端轻薄本。小米想要对标的产品呢，那自然是 MacBook 了。看来今年2026年也是米冲高关键年各项配置呢都是拉到顶格的水准了。不过英特尔的 Ultra X7 358H 产量不足，存储价格也因为 AI 水涨船高，今年358H 的轻薄本普遍也都大涨价。在这种大环境下，对小米笔记本来说也是重重阻力了。这剧本呢，我好像5年前也看过。不过这次没有拖油瓶了，各项都拉满的情况下，唯一的问题就是售价了。具体呢，我们还是等发布会之后再揭晓吧。首销期还特别优惠500，好7999元，国补后更合算，到手价6700多，好吗？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们笔记本业务我们评测的 Ultra X7 358H 首销期9999元，国补8499元，大家觉得价格如何呢？那了解完了这台笔记本之后呢，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观众看完之后呢，是否会去考虑购买这台不到1.1公斤却能够流畅低画质3A 游戏的小米轻薄本呢？欢迎来弹幕与我们交流。有观众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一定要点赞哦。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超安客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也可以来我们他们店铺超安国度数码。这里是超安客，我是建哥，我是晨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